欢迎来到世界厨神大赛。此时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新的世界厨神即将诞生。跟随镜头，咱们看看最后一位的作品。龙游9天，请品鉴。不可思议，完美的火候，极致的刀工！我宣布，本届世界厨神大赛的冠军是赤凤。赤凤小姐，作为新晋世界厨神，请问您有什么感受？我要举报，大赛主办方全球厨师联盟会长张德禄利用身份插手赛事评审，影响比赛最终评选结果。赤凤选手，这话可不能乱说。这种脏透了的奖，我不稀罕。他胡说！赤凤，我的一切都被你给毁了，别让我找到你，否则我一定让你付出惨痛代价。新一届世界厨神大赛已于昨日落幕，新诞生的世界厨神张德发是现在的世界厨神大赛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唉，若不是3年前赤凤厨神揭露比赛黑幕，被全球厨师联盟封杀，哪里轮得上张德发这种跳梁小丑坐上厨神宝座？沈清，你还在这磨蹭什么呢？后厨催着要碗筷呢。知道了，这就送来。不对。色泽有了，火候也到了，但就是差了一丝灵魂。少东家，这道九转琉璃凤肉可是咱百味斋的招牌菜，我觉得挺好吃的呀。你懂个屁！听说这几日会有厨艺协会的特使来秘密考察，评选龙国10大名楼。这种残次品要是给特使吃了，百味斋的100年招牌就砸了。跟我去冷库把昨天刚空运来的顶级雪山松露拿来，我就不信调不好这个味道。火候大了1分。白子太老，春笋太涩，破坏了肉本身的鲜味。画蛇添足，不如返璞归真。这是……这是什么？你往锅里撒了什么？沈清，你在百味斋就是个扫地打杂的，谁让你碰我们少主的菜了？味道果然不对，你刚刚往里面加了什么？说！这道汤的主料是珍珠鸡，辅料是白子、春笋，三者搭配，鲜味本应互相激发，但你的烹饪方式出了问题。白子下锅太早，春笋焯水不够，涩味残留，反而抑制了珍珠鸡的鲜味，所以汤喝起来发闷发腻，鲜味提不上来。我加了豆蔻和紫苏。豆蔻清爽，可解白子之腻；紫苏性温，中和春笋之寒，使原本被压抑的鲜味彻底释放出来。你放屁！我诸葛家世代国厨世家，我从小翻遍历代宫廷食谱，珍珠鸡忌紫苏，这是常识。就是，咱们少东家可是操刀过国宴的大厨，你算什么东西？一个打杂的也敢来班门弄斧？有些人啊，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在后厨待了几天就成大厨了。少东家，别跟他废话了，直接炒他鱿鱼，让他滚出去。就是，滚出去！都干嘛呢？贵客已经在雅间坐了半个钟头了，菜呢？怎么还不上？爸，菜这就上，赶紧把他破坏的这道菜给我扔了。垃圾，全都是垃圾！现在的百味斋做的都是些什么猪食？老头子，我舌头是退化了，不是死了。这种菜端出去，那不是砸老头子人的招牌吗？
这香气不简单，站住！这是送给哪桌客人的？老当家，这是要倒掉的废菜。什么？这菜这般地道，它要是废菜，那你们做的岂不是泔水？老当家，这不能吃。这种感觉简直是人间绝味。这菜是谁做的？完了，这菜给老当家气成这样。沈清那丫头平时帮过我不少，这要是把她供出去，她非被打断腿赶出百味斋不可。老当家，我也不知道，是少东家叫我端出来倒掉，估计是让小猫小狗舔过了才变味了。什么？倒掉？你们哎，都变味了，您怎么还端走了？有眼不识金镶玉，一群没长舌头的玩意儿，懒得跟你们废话。现在的百味斋，连个吊汤的基本功做得如此浮躁，老厨王的招牌让他的不孝子孙砸得差不多了。老家伙们，别吃那些垃圾了，尝尝这个。老朱哥，你疯了？端锅泔水进来干什么？废话少说，喝！不喝你们这辈子死不瞑目。这返璞归真的调味绝技，这入味到毫巅的火候把控，这世上除了那个人，谁还能做得到？3年前，那个人凭一己之力横扫世界厨坛，随后便销声匿迹。难道他就在你们百味斋？只有他的菜才能征服我们这种级别的老饕啊！说不定真有这个可能。不管怎样，老头子我翻遍百味斋，也得把做这道菜的人找出来。撤了。这什么人啊，这么挑剔？这道北冥鲲鹏可是上过国宴的，贵宾吃了都说好，他闻一下就让撤，来找茬的吧？都闭嘴！贵客，头先的菜不合胃口，那您尝尝这个。这道金丝盘龙鳝是我们主厨最得意的拿手好菜。这道菜以我们诸葛家世代传承的绝秘手法烹煮，鳝鱼下锅前以99种名贵药材浸泡7天7夜，以肉质鲜嫩，来百味斋的客人无不对它赞不绝口。一塌糊涂。你说什么？松露切得太厚，喧宾夺主。鳝鱼焯水时间多了5秒，肉质发柴。最可笑的是，你为了追求所谓的香味浓郁，强行加了老参吊汤，这分明是一锅熬糊了的药渣。倒了吧，浪费食材。你放屁！儿子，贵客面前不许胡闹！爸，什么贵客？这人分明就是来砸场子的，从进门到现在一口菜都没吃，净挑刺。我诸葛家世代国厨，几时受过这等羞辱？菜做的难吃，还不让人说了。所谓国厨世家的百味斋，就是这么对待食客的。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这道菜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客人有些吹毛求疵了。又是你这个打杂的，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菜没问题，是你的吃法出了问题，影响了这道菜原来的味道。错不在厨师，而在你这个食客。吃法问题？你一个天天在后厨刷锅洗碗的打杂工，懂个屁的国宴菜！虽然这混蛋确实是找茬，不过这里也轮不到你来说话。下去吧，这里确实不是你插嘴的场合。等等，从来只有食客挑厨子，今天到反天罡了。你接着说，我倒要看看我错在哪儿。这道金丝盘龙鳝主料是鳝鱼，辅料是松露老参，
但鳝鱼本身性温，老参性热，两者结合，补气过盛，入口会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燥气，压住了鳝鱼的鲜甜，所以吃起来就觉得差了点意思。有道理，有屁的道理！这金丝盘龙鳝的食方是我家食神先祖亲自创制，传承下来数百年。你一个连菜刀都没摸过的打杂工，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赶紧给我滚一边去！要滚一边去的是你。你接着说。要化解这股燥气也简单，只需多加一样辅料。沈清，你竟敢糟蹋我诸葛家的传世名菜！鳝鱼要配玫瑰吃，我一个做帮厨的都没听过，还能吃吗？东家，还是赶紧把这疯女人赶出去吧，省得污了我们百味斋的名声。都别吵，这吃法，这碎花的手法，好像一个人。现在再尝尝。好苦！贵客快漱漱口，可别吃中毒了。沈清，我看你这下还有什么好说？来人，把这个疯女人给我乱棍打出去！慢着，你刚才只吃了鳝肉，鳝肉的火气已被玫瑰引到顶峰，单吃自然又苦又涩，把鳝肉沾上玫瑰碎一起吃，便能尝到绝佳风味。刚才那股苦涩后面，好像确有一味极为鲜美的回甘。难道他说的是真的？够了，沈清，你的胡闹到此为止了，马上把他给我扔出去！等等，这味道简直不可思议。等等，好吃，太好吃了！老参的燥热被玫瑰的清凉完美化解，苦味过后，鳝鱼的鲜甜口感在舌尖上炸开，简直人间至味。这还是刚才那个嫌弃10万块1两的松露切太厚的贵客吗？连盘子底都舔干净了。这女人不会真是什么隐藏的厨界大佬吧？这怎么可能？这味道简直无与伦比。小姑娘，你年纪轻轻，怎会懂得如此冷僻的饮食之道？连我这个号称以食为生的老饕都没你懂得多。我老家盛产黄鳝和野玫瑰，乡下人不懂吃，图省事，都是把这两样混在一起随便炖了吃。我就说嘛，一个打杂工能是什么高人？闹了半天，原来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乡巴佬糟蹋东西的吃法，也敢拿到百味斋来显摆，简直丢人！原来如此，真正的美食之道果然还是在民间啊！老板，你们百味斋藏龙卧虎啊！这位姑娘的厨艺了得，我看桌上的菜不如全让她重新做一遍，我要好好尝尝这姑娘的手艺。不行，绝对不行！为什么不行？他就是个扫地倒碗水的杂工，让一个打杂的做菜给客人吃，传出去我们百味斋的名声还要不要了？就是，贵客，您可别被他蒙了，他就是运气好，怎么上得了台面？贵客，沈清确实只是我店里的杂役，若是让杂役给贵客掌刀，确实有损我们酒楼名誉。这样吧，我马上让我们当家主厨为您重新置办席面，一直做到您满意为止，您看如何？做什么都没用，你们这百味斋趁早关门得了。大哥，好久不见啊！百味斋在你这废物手里还没关门大吉呢。诸葛玄，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你当我稀罕来你这破地儿？老头子当年真是瞎了眼，放着我这个天才不要，竟把毕生本领和这间100年老店全传给你这个连切菜都切不匀的废物。你当初分明是你心术不正，爹才把你逐出家门。心术不正，厨界是靠实力说话，菜好吃才是王道。您说是吧，刘会长？刘会长，他就是龙国厨艺协会会长，龙国厨界的泰山北斗刘一手。我刚才竟还对着这龙国厨师界的天花板大呼小叫。刘会长怎么会伪装成普通食客来这儿？难道是刘会长这次微服私访，想必是为了评选龙国10大名酒楼吧？什么？刘会长就是厨艺协会派来暗访考察的特使？完了，这下真完了。刘会长，您考察我们荆州的酒楼，怎么能来这种地方？您瞧瞧这桌子垃圾，就这也配竞争10大名酒楼？诸葛玄，你胡说什么？我胡说？刘会长，您看，这道千树万树梨花开是我诸葛家的传世招牌菜。当年我爹做这菜，人还在厨房，香味就飘满了整条街。可您再看看这盘，半点香味都没有，死气沉沉，简直就是一盘垃圾。那是因为上菜有一会儿了，香味都
都挥发了。挥发？你糊弄鬼呢？要是老子来做这道菜，那香味能绕梁3日不散，分明是学艺不精，就别找借口了，大侄子。你，刘会长，你也看到了，这百味斋连祖传的招牌菜都做成了这副德行，实在没有考察的必要了。不如移步我的真味轩，我亲自给您做一桌，保证让您满意。本来对当年老爷子的手艺还有些念想，现在看来确实是后继无人了。诸葛老板，看来今天的品鉴只能到此为止了。百味斋，我看也可以把招牌取下来，关门大吉了。刘会长，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省省吧，大哥，别在这丢人现眼了。等等，这道菜还有救。你算哪根葱？这里有你一个打杂的说话的份儿。沈清，你又来添什么乱？赶紧闭上嘴，滚回去！这道千树万树梨花开，火候和刀工都合格，只是银耳和梨花膏遇冷锁住了香气，只要重新激活，香气自现。激活？你说的轻巧，你一个打杂的懂什么？你疯了！那可是顶级的飞天跑台，你竟然拿来浇菜！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段，搞了半天就变了个戏法。不是说激活香味吗？我可半点香味都没闻到。沈清，你疯了吧？拿冷酒浇热菜，你嫌我们百味斋死得不够快是不是？就是一个打杂的，净知道哗众取宠。刘会长，香气已经锁进食材机里，片刻便会爆开，您尝尝就知道了。尝个屁！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指点刘会长？刘会长，您瞧瞧，这百味斋简直无法无天了，让一个打杂的做菜，根本就是没把您放在眼里。况且这千树万树梨花开，吃的就是一个鲜字。这臭丫头用大火熬过，哪还有什么鲜味可言？这就是一盘垃圾，尝它都是脏了您的嘴。胡闹，真是胡闹！全完了！这味道，酒香与梨花膏的甜味完美融合，就是爹当年也不曾做出这种味道。刘会长，请留步！诸葛丹，你要不要脸？输不起就死缠烂打是吧？滚开！哎呦我的亲娘哎！这是什么味儿啊？太香了！我怎么感觉看见春天了？这是梨花香，这怎么可能？蝴蝶，这道菜的梨花香引来了蝴蝶。暴殄天物啊！不行，这么好的菜不能浪费了。爸，你疯了！这菜掉地上了，不能吃了。这直击天灵盖的鲜美口感，实在是太好吃了。爸，这菜都脏了，你别吃了呀！起开，别拦我！我说大哥，你好歹也是百年食馆的继承人，瞧你这副没吃过好东西的样，怎么让人相信你能做出好菜？刘会长，您说是吧？确实不成体统。打杂的，你做的什么菜啊？怎么把我爸吃成这德行了？它足够好吃，所以你爸停不下来。我呸！我们好好一个东家，吃了你的菜没一会儿就疯了，你投毒了吧？走，跟我去警察局说清楚，送这个投毒犯去蹲局子。行了，你们要送警局要算账的都等一下，先把百味斋的招牌交出来。不行，百味斋的招牌我就是烧了也不可能给你。合着刚才是在装疯卖傻。行了，诸葛丹，我不管你是真疯还是装疯，这招牌我今天要定了，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你敢不敢跟我打一场生死擂？敢不敢跟我打一场生死擂？什么生死擂？爸，您别冲动啊！好，就打生死擂，3局2胜。大哥，你要是输了，我不仅要你的百味斋关门大吉，我还要你从此封刀，永远退出厨界。好，你要是输了，
从此不得踏入百味斋半步。一言为定。刘会长，就由您居中替我兄弟二人裁判。好。东家，这生死擂打不得啊！是啊，东家，使不得啊！都别说了，说吧，比什么？爽快。这第一局就比刀工吧。段师傅，有劳了。谁想来送死？那是黑虎饮血刀，那人是北域刀王段马刀。听说去年北域刀山大比，他仅凭一己之力挑翻全北域所有的特级厨师。北域厨师见到他那把黑虎饮血刀，无不闻风丧胆。完了，碰上这么尊煞神，我们哪有赢的机会？沈姑娘，我知你绝非凡俗，求你替百味斋出战。爸，你老糊涂了吧？就算他先前运气好，碰巧救活了2道菜，他终究只是个扫地洗碗的杂工。你让他去跟北域刀王比刀工，这不是找死吗？是啊，东家，这刀工可是硬功夫，可不是运气好就能蒙混过关的。都闭嘴！这百味斋还是我说了算。沈姑娘，算我诸葛丹求你。诸葛老板言重了，我既是百味斋的人，我去便是。你们百味斋还真是没人了，派个端盘子的娘们儿来，老子这把黑虎饮血刀可不斩无名小卒。废话真多，希望一会儿你的刀工跟你吹的牛皮一样硬。臭丫头，你找死！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北域刀王的厉害。开始吧！第一局，刀工对决，你们每人用嫩豆腐雕个物件，能以假乱真者为赢，计时1炷香。现在开始。好刀工，刀气化形，吹毛立断，不愧是挑遍北域无敌手的北域刀王啊！人家这刀工简直神乎其技，咱们这拿什么跟人家比啊？这个沈清搞什么？断马刀都快完事儿了，他还在磨那把破刀。急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爸，那沈清就是个打杂的，他不可能赢得了北域刀王。你非要等百味斋断送在他手里了才肯醒悟吗？行了，大哥。都这时候了，你还做白日梦呢？整个龙国，除了3年前销声匿迹的那位厨神赤凤大人，还没人能赢过北域刀王。花开富贵，完成。段大师这花开富贵竟能引来飞蜂采蜜，神乎其技，神乎其技呀！过奖过奖，看看他们百味斋雕了个什么惊世骇俗的物件吧。这是个蛋。大哥，这就是你找来的救星？别说这是蛋，还是雕的挺圆的。丢人现眼的东西，赶紧让他下来吧！我们百味斋的脸都被他丢光了。沈清，你还杵在那儿做啥？还嫌丢的脸不够吗？你那个蛋还能交出朵花来吗？赶紧滚下来！行了，刘会长，胜负已经很明显了吧？赶紧宣布结果，结束这场闹剧吧。我宣布，这局赢家是……这是。这是百鸟朝凤，是厨神的独门刀法啊！这是百鸟朝凤。几年前，厨神在一场惊世对决中，曾以一道凤舞玄天引来百鸟朝凤。从那以后，便再没人见过这神技。没想到今日竟在你这百味斋见到了。来人！立刻去查清楚，是谁引发了这百鸟朝凤的异象？就算把百味斋翻个底朝天，也要把这人找出来。是，老当家。我的娘啊！用块豆腐引来百鸟朝凤，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简直是神技啊！好，我诸葛丹果然没看错人。沈姑娘，你真是我们百味斋的救星啊！这姑娘竟能复现厨神的独门刀工，她究竟是什么人？哼，能把豆腐雕成凤凰有什么用？食客吃的是味道，又不是刀工。住口！技不如人还不谦逊，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刘会长，胜负已分，是不是该宣布结果了？对，我宣布第一局百味柴胜。赢了！咱们居然赢了！不过侥幸赢了一局，有什么好得意的？后面你们就不会这么好过了。好啊，
我拭目以待。废物，号称北域刀王，却连个端盘子的黄花丫头都收拾不了。我拿那么多钱养你干什么吃的？滚下去！刘会长，宣布第2局比试规则吧。这第2局比味觉，这里共有108种食材和调料，比试双方需蒙上双眼，从这108种材料中随机挑选若干种熬成一碗汤，完成后互换品尝，谁能准确说出对方汤里的材料，谁就获胜。108种，这么多材料混在一起熬成汤，味道早就乱套了，神仙也尝不出来啊！这场比试考验的不仅是味觉，更考验对食材相生相克的极致理解。不错，这一场你们就等死吧。李大师，靠你了。竟然是他！竟然是他！龙国魏王厉沧海，我太清楚来了。传说此人拥有能同时分辨上百种味道的神之味觉，哪怕一滴醋掉进水缸里，他也能尝出来。还算有点眼力。30年来，老夫挑遍天下名厨，唯一一次失手，便是败给拥有绝对无感的厨神赤凤。你们百味斋若是请不来那位，还是乖乖认输吧，别浪费老夫的时间。完了，对上这种天赋怪，咱们输定了。百味斋的招牌保不住了。哼，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什么龙国魏王？让我来会会他。聪儿，不可冲动。爸，怕他作甚？他厉沧海再厉害，不还是败给了厨神的绝对无感？正好，我诸葛聪和厨神一样，也拥有绝对无感。什么？少东家竟和厨神一样，也拥有绝对无感？这可是厨师们烧高香也求不来的神级天赋啊！放眼整个龙国，拥有这种天赋的，也就一个厨神赤凤了。我们百味斋有救了！既然当年厨神能把这个所谓的龙国魏王踩在脚下，今天我诸葛聪也一样能让他匍匐求饶。这场比试，我上！你不是他的对手。你说什么？厉从海气息内敛，功力今非昔比。你无感虽强，但心浮气躁，贸然上去必败无疑。你放屁！别以为你侥幸赢了一局，就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了，还轮不到你一个打杂的来教训我。就是你一个打杂的，懂什么叫绝对无感吗？龙国魏王是吧？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神级味觉。开始你的表演。起！这是化石镜，1万个厨师里面仅仅能出1个化石镜。想不到少东家的功力竟已精算到了万里挑一的地步，太不可思议了！当年的龙国厨王诸葛元老爷子，在少东家这个年纪，只怕也没有这等功力吧？这一局我们百味斋赢定了！厉沧海，你听到了没？识相的还是赶紧认输吧，省得一会儿输得难看。厉沧海深谙调味之理，同样的食材和配方，经他之手却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味道。诸葛聪空有天赋，却心浮气躁，想击败这种老谋中屋的狐狸，至少还得再练10年。打杂的，你摇什么头？少东家大发神威，你还不服气是吧？别以为之前侥幸赢了一场，你就能在我们面前装深沉了，收起那副晦气一样。哼哼，花拳绣腿，班门弄斧。今天老夫就教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厨道。厉沧海这一手举重若轻，他的内功和无感只怕已经强到我们无法猜测的地步。百味斋威仪，好香啊！我闻到了八角、桂皮、花椒，还有，不行了，头都晕了，根本分不清。现在，请交换汤中，互相品尝。极品比天山雪莲2钱，八角3分，百年人参须5根。极品天山雪莲2钱，八角3分，
百年人参须5根。深海鲍鱼汁半两，陈皮1片，当归2克。深海鲍鱼汁半两，陈皮1片，当归2克。他这什么舌头啊？1片2克都能尝出来。还有最后的一味引子，是用陈露浸泡了77、49天的龙骨草。最后还有一味，是用陈露浸泡了77、49天的龙骨草。小子，老夫说的可有误？算你狠，全对。李沧海的神之位脸，果然名不虚传。该你了，百味斋的少东家。错一样，这百年招牌，老夫今天就给你们砸了。这味道不对，不能喝。这是沈清，你个打杂的又发什么疯？我是在救你的命。那汤里有一丝独特腥甜，分明是化灵散。你若喝了，味觉便会彻底丧失。作为一个厨师，你应该清楚这代表着什么。荒谬！我有绝对无感，离得这么近都没闻到什么腥甜味。你站得那么远，怎么可能闻到？就是，臭丫头，我看你就是眼红少东家出风头，想害我们少东家输掉比赛吧？厉沧海，我说的没错吧？这汤里加了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一会儿找机会把这个下进汤里，我要让百味斋彻底废掉，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一派胡言！老夫纵横厨道几10年，名震江湖，岂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这黄毛丫头休要血口喷人！就是，百味斋若是输不起就直说，让一个小丫头出来污蔑厉大师，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是不是污蔑？找个医师来验一验，自然真相大白。笑话！就凭你一句无根无据的污蔑，我们这么多人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等医师过来？你以为我们都跟你一样闲吗？够了，都别吵了！沈清，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化灵散一遇热，就会发出刺鼻的味道。如果他真的下了毒，这汤在火上熬了那么久，我怎么可能闻不出来？少东家，你太轻敌了！闭嘴！你少在这里哗众取宠了，滚回后厨去，省得丢了我们百味斋的脸。听到没有？赶紧滚回去！扫把星一来就没好事。厉沧海有一手绝技，他能以内力破坏食材结构，从而改变食材原本的味道。他肯定是用这种手法去掉了化灵散的气味。以内力破坏食材结构？你看小说走火入魔了吧？就是你这想象力，来酒店干什么杂役？倒不如去天桥底下摆摊说书。这百味斋的人满口胡说，还污蔑厉大师，足见他们技不如人，心虚。这第2局该是我们赢了。我宣布，这第2局诸葛玄的真味廷胜。第2局，诸葛玄的真味廷胜。沈清，你这个扫把星，都怪你！要不是你非要跳出来捣乱，打翻我的汤，我们怎么会输？没错，都怪你这个丧门星！我看你就是真味轩派来的奸细，故意来害我们百味斋的。都给我住口！比试还没结束，你们就先内讧了起来，像什么样子？不就是输了1局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第3场我们赢回来，百味轩的百年招牌就能保住。都给我振作起来！大哥，你还真是会痴心妄想啊！赢回来，你拿什么赢？就凭你们百味斋这群乌合之众吗？哼！任凡大师，这最后1场就拜托你来压轴了。任凡？谁呀？厨界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号人物了？你们听说过吗？一群孤陋寡闻的土包子，任大师的身份说出来吓破你们的狗胆！你们给我听好了，任大师正是失踪了3年的世界厨神赤凤的亲传弟子。什么？他是厨神赤凤？那个龙馆是整个世界厨艺史上绝对的神吗？赤凤的亲传弟子？赤凤厨艺冠绝天下，哪怕他指点过的一条狗，也不是我们能抗衡的。这一局，我们输定了。这还比什么比啊？直接认输得了。算你们还有点自知之明。你说厨神赤凤的亲传弟子？不错，家师正是厨界神话赤凤。我怎么不知道？我收了你这个亲传弟子。我怎么不知道赤凤收了你这么个亲传弟子？你算什么东西？厨神赤凤是何等大人物，
他老人家收徒，难道还要向你这个打杂的汇报不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这位姑娘，你不尊重我可以，但请对家师放尊重些。家师是贵人，不是什么人都能直呼他老人家名讳的。你闭嘴！还陷害我们不够吗？刘会长，别跟着扫地大妈浪费时间了，赶紧宣布第3局的比试规则吧。我等不及让百味娟关门大吉了。第3局比试火候掌控力，所有菜品中，佛跳墙最考验火候的把控，多1分则烂，少1分则生。所以这最后一局就是双方各炖到佛跳墙，色香味俱佳者胜出。佛跳墙正中我的下怀，爸，这局让我上。聪儿，你爸，你相信我，这佛跳墙可是我们家诸葛家的食神先祖所创，爷爷也说过，我炖的佛跳墙有先祖7分真味。对啊，少东家做的佛跳墙那可是尽得祖上真传啊！我敢说，在龙国没人比少东家更懂佛跳墙了。这局稳了啊，让少东家上，肯定能赢。少东家不行。沈清，你什么意思？我只是陈述事实。佛跳墙虽是你们诸葛家的传世名菜，但这局比的是控火，你的功力在他面前毫无胜算。你这个乌鸦嘴，自己没本事就见不得我们好是吧？扫把星，我们百味斋倒了，对你有什么好处？爸，你看到了，这个女人分明是想让我们百味斋死，你还不把她打出去？都给我住手！沈大师，我儿功力尚浅，难当大任。这决定百味斋生死的第3局，还请您替我们百味斋出战。爸，你疯了！有我这个佛跳墙的正宗传人在，你干嘛求一个打杂的？老板，你是不是急糊涂了？他先前赢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可是佛跳墙，是动真格的火候功夫。对啊，让诸葛聪上吧。都给我闭嘴！我才是百味斋的老板，我说让沈大师上就让沈大师上，谁再废话，立刻给我滚蛋！沈大师，百味斋上下300多口的生计全靠您了。多谢。大哥啊大哥，你是真没人了，找个扫地大妈来跟厨神弟子比控火，你干脆现在就把招牌摘了，省得一会儿丢人现眼。大姐，你赢不了我的，还是下去换个人上来吧。想炖好佛跳墙，第一步就是要选一尊好的炖盅。今天我就用这宋代官窑冰裂乳青瓷来炖。我的妈呀，用价值连城的古董文物来做炖菜坛子，不愧是厨神的关门弟子，这也太奢侈了。光是这坛子往这儿一摆，就赢了一半啊！这瓷坛虽好，可惜用错了地方。你说什么？这种容器在烧制时，在釉料里加入了铅汞，文火慢炖之下，矿物成分会融进汤汁，不仅破坏食材本味的鲜香，还会让汤头带上一股淡淡的金属涩味。胡说八道！我师傅赤凤就爱用这坛子做炖菜，炖出来的菜品鲜美绝伦。你不过是个打杂的，还能比厨神更懂炖菜？沈清，你赶紧闭嘴炖你的菜吧！在厨神弟子面前班门弄斧，你不要脸，我们百味斋还要脸呢！就是，装得跟自己多懂一样，丢人现眼。不同的食材食性不同，适配的容器自然也不一样。厨艺也讲究因材施器，你只知生搬硬套，不过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好啊，既然你这么懂，那我倒要看看你准备用什么容器来炖。我就用这个。我就用这个。你疯了吧？拿个装泔水都嫌脏的破坛子来炖佛跳墙，你诚心要毁了我们百味斋是不是？完了完了，我就说不能让一个打杂的上去比，这下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大哥，这就是你求爷爷告奶奶请出的高人，捡破烂的高人吧？你们百味斋干脆改名叫垃圾收纳站得了。沈大师啊，这个坛子是不是太草率了点儿？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像样点的。老板，你不懂，这陈年酒坛浸透了百谷之精，酒气醇香早已渗入坛壁。佛跳墙讲究荤香浓郁，用这坛子文火慢煨，方能煨出极致鲜美。你放屁！我诸葛家祖上在宫里给皇帝炖了几百年佛跳墙，从来没听过用臭酒坛子炖更好吃的。你分明是想害死我们百味斋！都给我闭嘴！我信沈大师，就用这个坛子。
大姐，你就用这烟火炖啊？不然呢？火龙掌！这是厨神绝技火龙掌。3年前世界厨神大赛上，侍奉就是凭借这一手火龙掌绝技做成国菜龙游9天，一举击败来自各国的10大厨王，获得厨神称号。看看人家，再看看咱们这，我们拿什么赢啊？你这火龙掌还挺像样，师傅教得好，只可惜用错了地方。佛跳墙讲究文火慢煮，徐徐激发食材鲜味，火龙掌火力太猛太烈，只会逼散鲜味，背离了佛跳墙的核心。笑话！我这火龙掌乃是厨神亲传，讲究的就是瞬间高温锁住鲜美。你一个只会拿着破扇子扇风的打杂工，也配评价我的功夫？成了，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不可超越的佛跳墙。真是佛光普照啊！古书上说顶级佛跳墙让人如见金佛，如闻梵音。我以为是吹牛的，没想到是真的。彻底输了。我们诸葛家守了100年的招牌，今天真要砸了。好，好，好，不愧是厨神的亲传弟子。大哥，你那个扫地大妈呢？她做出个什么来了？百味斋的菜好了没？再不亮菜，我可要判你们输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那扇你那个破灶？你存心让我们百味斋丢人是不是？赶紧上菜啊！都怪你个扫地大妈非要强出头，这下我们的生计都要没了。碰上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还不行，白骨精气尚未完全融入汤汁，味道还差了一丝。差了一丝？我看是你脑子差了一根弦。拖延时间有意思吗？刘会长，没必要跟他浪费时间了，赶紧宣布结果吧。我宣布，今日这第3局，好了，胜者是……慢着，臭丫头，死到临头了你还敢捣乱？你们把他给我丢出去！好香啊！那是……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飞起来了？老当家，情况就是这样。诸葛玄他带人来闹事儿，老板无奈跟诸葛玄打生死擂。这些鸟就是后厨一个打杂工叼的凤凰引来的。我还以为，这打杂的刀工倒是不错，可惜了，厨之一道，看的终究是菜品的味韵。等等，这股沁人心脾的异香是他，真的是他。几年前，我有幸品尝过厨神亲手做的佛跳墙，就是这一模一样的味道。这世上再无第2人能复刻出这个味道。快去前院！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这位大师。怎么回事？我刚才意识昏沉，眼前全是不真实的幻境，像做了一场特别真实的怪梦。菜肴的香味激发了人心中最美好的幻想，这可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境界呀！装神弄鬼，做菜比的是味道，不是比谁的戏法变得好。刘会长，赶紧品尝，然后宣布结果吧。好，上菜。先尝尝任大师，请。这味道太鲜美了，绝品，简直是绝品啊！火候妙到毫巅，花椒的软糯，海参的弹牙，鲍鱼的鲜美被彻底激发，完美融合在汤汁之中。这道佛跳墙绝对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顶级的美味。任大师，真不愧是厨神高徒啊！刘会长过奖了，都是家师教导有方。哈哈哈哈哈哈！大哥，你听见了吗？龙国厨界的泰山北斗已经给了任大师至高的评价，你觉得你们那坛子泔水还有评比的必要吗？
我就说，不能指望这个打杂的。不过嘛，好歹兄弟一场，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只要你现在认输，然后带着你百味斋上下给我当牛做马，任劳任怨，免费干3年，我或许可以网开一面，留下百味斋这块破招牌。老板，要不咱们认输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是啊，老板，对面毕竟是厨神的亲传弟子，咱们百味斋输给他不丢人。爸，他们说的对，大不了咱们隐忍3年，3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好，我认。慢着，沈大师，你刘会长还没品尝我的菜，最终结果尚未揭晓，现在就急着认输，为时尚早了吧？还死鸭子嘴硬呢！你真以为你一个破打杂的，不知从哪儿学了点旁门左道的手艺，就能赢过厨神传人？真是痴人说梦！够了，沈清，我们已经输了，你还闹什么？非要害得百味斋招牌不保，关门大吉，你才肯罢休吗？刘会长，您作为评委，2道菜都没尝全就下定论，你们厨艺协会平时就是这么当裁判的？这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罢了，既然你们非要找死，刘会长，你就勉为其难尝一口他那猪食，让他们死个痛快。哎，也罢，我就尝一口。刘会长，这是怎么了？刘会长，这是怎么了？中邪了？怎么光哭不说话呀？这到底是好吃还是难吃啊？这还用问？刘会长都气到掀桌了，定是被难吃哭了。你们最好祈祷刘会长没吃出什么毛病，不然你们百味斋就等着被清算吧。沈清，你个扫把星，我们百味斋彻底被你害死了。现在你满意了？臭打杂的，都怪你！要不是你非要强出头，我们百味斋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哈哈哈，大哥，这下你总该服了吧？愿赌服输，我认罚就是。爸，别说了，去把百味斋的招牌摘下来吧。等一下，我没事，我只是太激动了。沈姑娘这道佛跳墙简直好吃到掀桌。刘会长，您是说这第3局的比试？不错，这第3局比赛的获胜者是事关前途，刘会长三思啊。刘会长，听说您最近也饱受味觉退化之苦，咱们干厨子的最要紧的就是这条舌头。我刚好有个偏方专治味觉退化，只要您保我真味轩打赢擂台，我定保您的舌头恢复如初。这第3局比试的获胜者是诸葛玄的真味居。什么意思？刘会长，你刚才不还说沈清的菜好吃到掀桌，怎么转头就判真味斋赢？沈清的菜虽然也好吃，但还是人凡大师更胜一筹。哈哈，大哥，听到了吗？你输了，你这辈子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天要亡我百味斋！还愣着干什么？去，把百味斋的招牌给我摘下来！我要当着我这好大哥的面，把那破牌子劈成柴火！大哥，睁大眼睛看好了，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给我住手！不孝的孽障！老夫早把你逐出家门，这百味斋的门槛也是你陪踏进来的。老头子，你来的正好，睁大你的老眼看清楚，你的好大儿诸葛丹已经把百味斋输给我了。厨艺协会的刘会长亲自做的见证，现在该滚出去的是你们！哈哈哈！逆子！爸，您息怒。哼，裁判是你当的？师傅，您老人家怎么来了？这老头谁啊？怎么连刘会长都在他面前毕恭毕敬的？连他都不知道。
这位赵老可是刘会长倪亲的师傅，也是咱们龙国厨师总会主席，龙国厨师都归他管，他才是龙国厨界真正的泰山北斗。我若不来，龙国厨界的百年清誉都要被你这条烂舌头毁了。这道佛跳墙火候失控，鲜味全无，全靠香料强行掩盖腥气，这也能叫佛跳墙？老东西，你胡说什么？我可是厨神赤凤的弟子。你闭嘴！师傅，这脏死了，不能吃。此汤醇厚绵长，百味交融，却又层次分明，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绝味。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绝味。什么？我没听错吧？厨师总会主席夸沈清的汤是人间绝味，那不是泔水吗？我就知道，我诸葛丹不会看错的。我不信，这不可能！我花重金请来的厨神弟子，怎么可能输给百味斋一个扫地洗碗的打杂工？一定是你们这些老骨头跟这个臭打杂的串通好了，故意搞我！畜生，给我闭上你的臭嘴！你知不知道，你口中这个打杂工是绝顶的厨艺大师？岂是你这种跳梁小丑能质疑的？马上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百味斋，否则别怪我棍棒伺候。好，算你们狠！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咱们走着瞧。至于你刘一手，你这条舌头若是废了，这厨艺协会会长的位置就换别人来做。师傅，我错了，我也是一时糊涂，求师傅开恩呐。从今天起，你给我滚去协会食堂洗菜切墩，好好重修一下基本功。拉出去！师傅饶过我这一回吧。还好，百味斋保住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还以为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龙国厨王诸葛远，龙国厨师总会主席赵长林，江南厨王张发，龙国面王李一白，参见沈大师。什么？沈大师？连老当家他们这样的厨界大能都管沈清叫沈大师，他究竟是什么人啊？沈大师能复现厨神的百鸟朝凤独门刀法，还能令诸位厨界大牛纷纷俯首。我知道了，你就是3年前失踪的世界厨神赤凤的。闭嘴！你想害死他吗？您就是厨神，传说中的厨界神话赤凤大人。我的天，我竟然跟我的偶像一起工作了3年，我还天天让他扫地洗碗。完了，我竟然让堂堂厨神去倒泔水，还成天对他颐指气使的，我可真是瞎了眼。沈大师，不，厨神大人，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之前多有冒犯，求您原谅。我们都有眼无珠，求厨神原谅。行了，都起来吧。什么厨神赤凤，那都是过去的虚名罢了。现在的我只是百味斋一个普通的打杂工，大家还跟以前一样，把我当普通同事就行。这怎么行？您要是打杂的，那整个百味斋还有谁配掌勺？以后您就是百味斋的总厨，您指动我们绝不往西。你们有这觉悟不错，不过你们都给我听好了。3年前，沈大师揭露世界厨神大赛的黑幕，得罪了全球厨师联盟的会长张德利。这3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沈大师，企图对他不利。难怪沈大师这些年隐姓埋名，躲在我们百味斋。为了沈大师的安全，今天发生的一切，你们统统给我烂在肚子里。谁要是敢走漏半点风声，泄露沈大师的身份行踪，就别怪我诸葛元把他赶出去。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誓死守护沈大师。果然是你，厨神赤凤，找了这么多年，可算让我找着你了。不好，来者不善！你想干什么？想动厨神大人，先过我这关。对，
我们百味斋的人绝不会让你伤害厨神大人分毫。起开！我对你们不感兴趣。不好，兄弟们，抄家伙，保护沈大师！你想怎样？耶！厨神大人，我是您的铁杆迷弟，您退隐前的每一场比赛我都有买票去看，您收我为徒吧。耶，这是唱哪出啊？切，搞了半天原来是个私生粉儿，还敢冒充厨神亲传弟子，我呸！谁冒充了？我只是暂时还没得到师傅的官方认证而已。师傅，您会收我为徒的对吧？您要是不收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了。好了，起来吧。你想学，我教你便是了。真的吗？师傅，太好了！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沈大师，不，师傅，我这百味斋都送给您当拜师礼，只求您收下我这个不成器的徒弟。你个葱姜蒜都切不利索的，瞎凑什么热闹？沈大师的厨艺是你这榆木脑袋能学会的吗？要拜也是我来拜。沈大师，老朽愿执弟子礼，侍奉您左右。师傅，您收我吧，我力气大，能帮您扛锅。老丈，我可是你老哥哥，这个拜师拜就让什么老哥哥老弟弟，成为厨神师傅的弟子，谁跟你讲什么老兄弟情谊？不许上来，过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师傅小心！师傅小心！师傅你没事吧？无事。哪来的宵小，竟敢暗箭伤人？在下张德发，特代表全球厨师联盟来与你百味斋谈一桩买卖。他就是张德发，本届厨神。呸！什么厨神？不过是仗着我师傅不在，捡漏罢了。哪个是管事儿的？赶紧的把这份收购协议签了，以后你们就归我们厨师联盟统一管理。1元收购，你们1块钱就想买下我们百味斋100年的基业？你们这根本就是明抢！就是，还什么厨师联盟？我看是强盗联盟还差不多，一点脸都不要。你们是管事的吗？不是就给我滚一边去！聪儿退下。张先生是吧？老夫诸葛元，正是这百味斋的管事。你就是诸葛元，传说中的龙国厨王，看着就是个快入土的老帮菜嘛。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些！我爷爷在厨界地位超然，不是你能羞辱的。行了，我也没空跟你们废话，赶紧把收购协议签了，我还赶着去下一家呢。百味斋是我诸葛家祖传的产业，这协议我签不了。老头儿，这协议签不签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还想强不成？那也得问问我百味斋上下300多人答不答应？就是，我们不答应。不服是吧？那你们可知道，跟我们联盟作对会有什么下场？这是。这是恶人领10大厨王，还有10大名酒楼主厨们的专用厨刀。不错，来你们这儿之前，我已经去10大名楼走了一圈了，他们也是不服，还要跟我比划。哼，结果呢，不仅输得倾家荡产、声名扫地，连吃饭的家伙都让我搅了。你们百味斋也想跟我比划一下吗？那是您师兄早已退隐的国厨圣手刘昴星老爷子的。什么？刘昴星老爷子？刘老爷子可是我们龙国厨界的绝对高峰啊！3年前，他凭借着这一把黄金龙头刀单刀赴会，一人独挑8大菜系宗师，战无不胜，被奉为厨界传奇。他老人家怎么可能会输？连刘老爷子都败了，这家伙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你们知道就好。既然知道怕了，就赶紧把收购协议签了，省得回头遭罪。你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我几下折腾。黄口小儿竟敢口出狂言，真当我们龙国厨界没人了吗？
想动百味斋和老诸葛，还得先问问我们几个老家伙答不答应。不错。小心！好，师傅干得漂亮！好霸道的功夫，竟然一击就将我的飞叶摘花轻松化解了。这女人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你是何人？百味斋，打杂工。真没想到，这快要关门大吉的百味斋里，竟然还藏着这等内家高手，有点意思。整个百味斋，也就你勉强配跟我过2招。瞎了你的狗眼！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闭嘴，给我退下！是什么？哼，不说也无所谓。既然你们想玩，我就陪你们玩到底。1周后，我在荆州酒店设下擂台，欢迎你们来送死。你们若输了，就乖乖交出百味斋，给我们联盟当牛做马，如何？我们要是赢了呢？赢，就凭你们这些残兵败将，别做梦了。一言为定，这擂台我们百味斋接了。你走吧。不见棺材不掉泪。最后1周，好好跟你们的酒楼道个别吧。这下怎么办？怕什么？有我师傅在，一定能把那个张德发按在案板上摩擦。不可，下周的擂台赛上一定少不了全球厨师联盟的人。沈大师若是露脸，被他们认出来，就危险了。那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眼睁睁把百味斋拱手让人吧？若我味觉没有退化，说不定还能和那个张德发拼个鱼死网破。可是现在，老当家，你的味觉，我有办法治好。什么？沈大师，您真的有办法治好老朽的味觉？沈大师，您真的有办法治好老朽的味觉？味觉退化而已，算不着什么疑难杂症，能治。等等，师傅，你厨艺高超，我诸葛聪心服口服，但一码归一码，治病跟做菜可是2码事。就是啊，师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咱还是请专业的医生来看吧。你懂个屁！厨子怎么了？自古衣食不分家，凡是将食之一道修炼到极致的大能，往往也精通医理。老当家放心，你去取一贤、痔川物来。要那个干嘛？让你去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是。痔川物取来了。老当家，把它含在嘴里，不要咽。什么？含在嘴里？师傅，你疯了吗？这玩意儿可是有剧毒的，一不小心就要命了。是啊，老当家，您三思啊！行了，都不用劝了，我相信沈大师。老当家，能不能尝到苦味？没有。现在呢？能不能尝到苦味？还是没有。不行，太危险了！爷爷，您快吐出来，这法子根本不靠谱。我爷爷他怎么了？老当家，我的味觉恢复了。我的味觉恢复了。真的吗，爷爷？您的味觉真的恢复了？真的恢复了。爸，您快试试，您的舌头是不是还像当年一样灵？玉贡的秋油，头道原抽，用的是东北的飞转基一黄豆，日晒超过180天。鲜，西域岩盐，产自昆仑山北麓，在地下封存了至少10年，咸中带甘，好盐，一字不差。爸，您的味觉真的彻彻底底恢复了，我们百味斋有救了。多谢沈大师，今后我百味斋定为你沈大师之命是从，为沈大师之命是从。老当家言重了，举手之劳而已，你们都起来吧。全球厨师联盟的擂台赛在即，咱们还是说说如何对付张德发那帮人吧。沈大师说的是，师傅，您跟我们一起去擂台赛吗？届时现场定会有不少张得力的眼线，沈大师若露脸，只怕会有危险。我有办法，咱们给师傅乔装打扮一下，混在我们之中，就不会被发现了。可行。从今天起，
百味斋上下必须严格听从沈大师的调遣，好好为擂台赛做准备。1周后定要姓张的家伙怎么来的就怎么给我滚回去。是。这一局张德发胜。我输了，完了，连国厨厨师长都输了，我们龙国厨界彻底完了。想不到你们的国厨厨师长在我全球厨师联盟面前连个学徒都不如。既然输了，就把降书切了吧。以后你们龙国厨界就老老实实服从我们世界厨师协会的管理。龙国厨界永不低头，只要有我百味斋在，你们这些跳梁小丑就休想猖狂。是诸葛元老前辈，咱们龙国厨王来了！厨王来了，我们龙国厨界有救了！师傅，您终于出山了，徒儿无能给您丢脸了。辛苦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哼，小的不行又来个老的，可惜啊，诸葛元，别人不知道，我可是查得清清楚楚，你这个龙国厨王味觉早就退化了。一个失去了舌头的厨子，就好比老虎没了牙，叫得再响，也只有被宰杀的份儿。师傅，他说的是真的吗？你放屁！我爷爷他厨艺之道，逞口舌之快没有用，有真本事就灶上见真章。死到临头还嘴硬，今天我就让你这个废人和你身后的整个龙国厨界输得一无所有。手艺，对付这种废人还用不着我亲自出手，就由你替为师上场吧。师傅放心，徒儿马上就让这老头举手求饶。比赛正式开始，双方在现场提供的食材中随机挑选各做3道菜，由2位评委进行品尝。3道菜中有2道获得评委一致投票者为胜。现在开始你们的表演。这什么路数？猪头、鹅翅、鹿蹄、鱼腹，这几样东西能做到一道菜里去？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啊！他到底想做什么？4象归元。什么4象归元？什么4象归元？就是那道号称陆海空全席，融合了走兽、飞禽、山珍海味4类食材极致精华的绝世名菜。我只在最古老的食谱残卷上见过这道菜的记载。把他得做什么菜才能压得住这道4象归元啊？我的天老爷，对面都放大招了，老当家还在慢悠悠挑鸡蛋，破土鸡蛋怎么跟对面比啊？我倒觉得老当家赢了。师傅，对面可是4象归元，诸葛老前辈就算把鸡蛋做出花，也不可能赢吧？厨艺的境界可不是靠食材堆积出来的，你们且往下看吧。老人，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美食巅峰。4象归元完成。那是失传100年的绝世名菜4象归元，这道4象归元一出，神仙来了也赢不了啊！你们这群废物知道就好。可恶！如果厨神赤凤还在，哪里轮得到这种跳梁小丑在这里耀武扬威？都怪张德利那个混蛋，若不是他逼走了赤凤大人，我们龙国厨界何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老人，你怎么还不揭盖？该不会知道自己做了盘猪食，不好意思拿出来现眼了吧？老朽做了一辈子菜，还从没有不敢端上桌的。诸位请看。这感觉好温暖，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妈妈的怀抱。我怎么哭了？这究竟是什么神仙菜肴，竟有这般奇异的让人落泪的力量？老朽这道金玉满堂结良缘献丑了。
什么狗屁金玉满堂结良缘，原来就是碗破蛋炒饭啊！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百味斋是不是要倒闭了？连点像样的菜都不会做了，竟然拿一碗蛋炒饭来糊弄人！诸葛元，你要实在不会做菜，可以教你做啊！爷爷他在想什么啊？对面做龙炖鹿蹄，他就端一碗蛋炒饭上去，这下我们百味斋的脸都丢光了。厨艺之道，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方是王道。你们的境界还差得太远。请2位评委开始品尝。好，4种绝顶食材的鲜味完美融合，层次分明，确实是难得的美味，不错。火候掌控的妙到颠高，这4项归元，老夫给满分。哈哈哈哈哈！听到了吗？满分！你们百味斋收拾收拾，准备迎接新主人吧。完了，这下是真的完了。现在说胜负，为之尚早。2位评委，请尝尝老朽的蛋炒饭。2位评委这是怎么了？中邪了？2位评委，钱劳。神作！这碗炒饭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神作。老夫吃了一辈子的珍鲜美味，今天才知道以前吃的全都是猪食，这碗饭是有生命的。我宣布，这一局诸葛元胜。赢了！爷爷的蛋炒饭竟然赢了4项归元。4项归元乃失传绝顶名菜，怎会输给一碗蛋炒饭？钱德柱，你是自己人，怎能胳膊肘往外拐？百味台给了你多少好处？厨艺大赛比的是味道，不是身份立场。厨艺一道，穷极奢华者众，返璞归真者稀。这碗蛋炒饭看似平凡，却蕴含了大道。就是张德利来了，我也投诸葛先生胜出。这才是真正的厨者之心！赢了，老当家赢了，我们百味斋有救了，龙国厨界有救了！好一个诸葛元，这回算你走运，下一局你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尽管放马过来，钟一，第2局由你上。竟然是独手除魔张忠一！独手除魔，他很厉害吗？此人厨艺登峰造极，路子却极险。他最擅长的就是将世间制毒之物化为至鲜至美之味。什么？厨界竟还有这种人？爷爷，这个人邪得很，你要小心啊！无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倒要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老东西，刚才算你运气好，这一局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请。钟一，别跟他们浪费时间，找机会废了他。不好，老当家，快滚开！爷爷，混蛋！你竟然敢使阴招！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蝎子自己跑到你爷爷案台上，关我什么事儿？再说，你爷爷身为大厨，连只蝎子都处理不了，还是趁早退休养老吧。你先安排人送你爷爷去医院。对，你带2个人赶紧送老当家去医院。真是可惜呀！哼，诸葛元受伤了，比不了了。那这场擂台赛，就算我们赢了。这场擂台赛，就算我们赢了。凭什么？第3场还没比呢，凭什么直接算你们赢？第3场还有比的必要吗？诸葛元都倒了，剩下你们这些废物，还有谁能上台？没话说了吧？
那就签了降书，从此老老实实服从我们全球厨师联盟的管教吧。想让我们签这种屈辱的东西，你做梦！对，我们龙国厨师宁可站着死，也绝不任由你们的那个什么强盗联盟的摆布。对，不签，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他们不肯签降书，那你们就帮他们签。我不签，死也不签！都给我住手！这什么东西，竟敢跟我们全球厨师联盟作对！赤凤，师傅，您终于出手了，您一定要替我们好好教训这群混蛋！我师傅，世界厨神赤凤出手了，你们这群跳梁小丑，洗干脖子等死吧！赤凤，真的是世界厨神赤凤大人回来了！太好了，厨神回来了，我们龙国厨界有救了！赤凤，上次在百味斋我就觉得眼熟，没想到果然是你，你还真敢现身。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为何不敢现身？师傅，别跟他废话，快把他抓起来，交给会长处置，为我们联盟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你闭嘴！世人都说我张德发这个厨神头衔是捡了你赤凤不要的。赤凤，当着全龙国厨界的面，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这是北极冰川鱼，这鱼很厉害吗？何止是厉害，历代食神厨经上说，此鱼生长于万年冰川深处，食冰雪，饮寒泉，肉质纯净到极致，鲜香无双。想不到张德发竟能弄到这种极品食材。哼，赤凤，今天我就要用这绝世食材，彻底终结你的神话。好强的刀工，出刀快准狠，最大程度的锁住了冰川鱼的鲜香。不过是仗着极品食材耍威风罢了。赤凤，你该不会想用你手里那颗破白菜来跟我的冰川鱼比吧？你这是自知敌不过我，直接破罐子破摔了？大白菜怎么了？常言道，百菜不如白菜，只有庸才才会以食材高下来论厨艺高低。好好，我倒要看看，一会儿你输的时候还能不能这么牙尖嘴利。我的作品《泼墨冰秋菊》完成。虽说好厨子用糙食材也能做出好菜，可师傅这也太糙了啊！就一颗破白菜，就凭这几片烂叶子破菜心就想打败我的冰川鱼，简直不自量力。烂叶子破菜心，那你看好了。我的菜，9天青露点玉莲，请品鉴。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初春花被绽放的芬芳，盛夏雨后的青草气息，深秋大地丰收的醇厚。不对，这不是某一种香味。山川河流，四季晨昏，所有的一切仿佛都融化在了这一缕香气里。不可思议，这等异香，真的是白菜能发出的吗？这已经不能用香来形容了，它是天地开辟之初第一口灵气，是味的本源。不用品尝了，我宣布这场比赛的赢家就是赤凤。我同意。赢了，赤凤赢了，我们龙国厨界的尊严保住了。不可能，
一颗破白菜，它再香也是破白菜，就这能赢了我的北极冰川鱼？你们凭我有脑子吗？输了就是输了，炫耀技法，堆砌山珍海味，那不过是匠人；而化腐朽为神奇，于平凡中见证智慧，方为厨神。就你这境界，想领悟厨道，再练100年吧。赤凤，果然是你！你这缩头乌龟躲了3年，终于露头了。今天就让你有来无回，抓起来！张得力，你敢想动厨神？先问过我们龙国厨界，答不答应？不错，我们不答应。你们这群臭厨子想干什么？造反吗？张得力，你朝这儿看，这是你这些年打着全球厨师联盟的皮头收受贿赂、挪用公款、打压异己的所有证据。你要是敢动我师傅，我立刻把这些交给我爸，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爸？你爸是什么东西？他爸就是我。这不是世界首富、全球美食集团总裁任总吗？你小子是任总的儿子，那你还跑来我们百味斋打杂？还不是为了师傅？任总，您怎么来了？张得力，我投资成立全球厨师联盟，是想让你网罗天下英才，弘扬美食文化，不是让你把它当成打击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任总，我冤枉啊！爸，他一点都不冤，我这里有张得力违法犯罪的全部证据。好你个张得力，我竟不知你背着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你们这些蛀虫，下半辈子就在牢里作威作福吧！带走！臭小子，玩够了没有？该跟我回家了。我不回去，我要跟着师傅好好学厨艺，把美食带给每一个人。赤凤小姐，我这逆子就交给你了。任某御下不严，养出张得力这种人渣，让您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向您郑重道歉，希望您继续发光发热，为世间带来更多美食。